Hello，大家好，这里是冷蔷薇，一个喜欢 TCG 的牌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00元卡组挑战的第2期。在第1期的评论区呢，大家也是积极踊跃的投稿了各种各样的100元卡组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而我从这之中呢，挑选了一套由我非常喜欢的另一位 UP 主陈珠投稿的由他自己研发的3轴纳美。大家都知道哈，陈珠算是咱们的纳美祖师爷了，并且他也是为了能投稿成功，跟我讲述了很多玩纳美时的小技巧，一再跟我强调他这套纳美简单易上手，即使没玩过纳美，玩2把也就会了。那么我作为一个从来没玩过纳美的绝对纳美新手，就替大家好好的测试测试，到底有没有真的像他说的那么简单。首先呢，先给大家展示下卡组的构筑哈。所谓3轴纳美，其实就是海军、王下七武海和九蛇海贼团这3个体系之间的相互配合。因为女帝和天风本身是王下七武海加九蛇的双词条，可以被战国和婆婆同时检索到。九蛇和王海又有蛇舞和杀刀边线这种非常契合纳美思路的单卡。达斯奇呢，则是能检索战国和白蛇，起到进一步的压缩牌库的作用。你可能乍一看觉得这套牌很抽象好像有联动又好像没有联动，好像能搭在一起又好像不行。别说你了，我第一次看也这个感受。但是这套牌是真便宜啊，最贵的田丰12一张还是74价，可雅作为最贵的儿卡之一也有高达4元的牌面，其他的卡咱就硬算1块钱一张，一套下来不算邮费106你要认识个卡店功德箱翻一翻，100包含邮费直接拿下了。所以呢，我也是兴致勃勃地搞了一套，实在研究不明白，大不了我哭着求陈珠教我嘛。同时，这次挑战的形式也将完全不一样，我会先挑战陈珠练练手，让纳美祖师爷好好指导我一下，然后再去挑战一下其他人，检一下成果。但是由于我和陈珠的距离问题，所以今天我将会使用决斗频段这个小程序来实现远距离视频打牌。那么这里呢，请先容我介绍一下今天使用的这款小程序。很多朋友可能会苦于想要入坑，却担心找不到牌友，不好意思社交，又或者是天气不好不想出门，想打牌却打不了的尴尬情况。尤其是对于很多还在观望的新人朋友来说，入坑 TCG 堪称困难重重。有些朋友所在的地区没有卡店，也找不到同号的朋友，在网上寻摸了一圈，好不容易加了几个玩家群，却因为社恐而不好意思开口，害怕麻烦别人，最终只能握着崭新的卡牌默默潜水。而决斗频段就是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办法。目前平台最核心的功能就是可以自由的在线匹配对手，在线匹配可以直接解决你没有时间出门，周边没有卡店，不好意思社交的这些直接问题。新朋友能解决去哪儿打牌的问题，老朋友呢也能帮助你认识各地的朋友，拓展打牌思路。决斗频段致力于打造成属于牌佬们自己的玩家社区，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你都可以很方便的加入进来。虽然现在还没有社区的发帖讨论功能，但是我跟官方聊天的时候，他很明确的表示这是之后一定要发展的方向，为咱们牌佬做出一个专属于牌佬的定制化平台。他想收集更多的意见和建议，也因此找到了我，想让更多的牌佬和还在观望的新人们有更多的机会加入到这个平台，加入到 TCG 玩家的这个群体之中。这其实也是我愿意为大家介绍这个平台的主要原因。牌佬们需要一个专属于自己的聚集地。介绍的差不多了，那么现在咱们先来看看如何使用决斗频段吧。首先是使用前的准备工作，需要的并不多，一部手机、一台电脑以及一个手机支架。决斗频段分为2个部分，一个是手机端的微信小程序，另一个是 PC 端的网页。使用时需要双端同时运行。接下来我们进入正式使用。第一步，打开微信小程序，同时在电脑端输入网站，并使用微信扫码登录。第二步，点击小程序或网页中的游戏图标，选择游戏和赛制。这个小程序还支持宝可梦、游戏王、万智牌、TTCG， 甚至还有 UA、柯南、龙珠，这样就不用担心匹配到不同游戏的玩家了。在游戏王、万智牌里还做了赛制上的区分设计者一定是个 TCG 老玩家了。官方承诺后续会增添项目或者直接开设自由房，方便服务全类型的玩家。在选择完游戏和赛制后，就可以点击匹配或者创建房间了。房主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公开房间，是否允许观战，当然也可以邀请微信或游戏内的好友。想加入正在等待中的房间的话，也可以直接在主页的对战邀请中查看正在等待的房间。第三步，将手机架起，后置摄像头对准打牌区域，然后等待另一位玩家进入即可。当决斗的图标变成彩色时，代表双方准备就绪。此时房主点击下方的决斗就可以开始对战了。怎么样，操作是不是还挺简单的，并且不用下载任何东西，十分的方便了。说话间，我和陈珠呢也就都准备好了，那么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实战环节吧。开始肯定要决定谁是先手，官方在网页内配置了很多专属的计数器，最基本的硬币、骰子功能这些肯定是有的。
投硬币或者投骰子比大小决定先后手是 TCG 玩家的标配了，每次打比赛都是满屋接骰子，有了这个功能它就不需要自备了。当然不同的游戏也配备了不同的计数器，比如宝可梦有伤害指示物、状态指示物的计数器，游戏王万智牌会有血量和衍生物的计数器， DTCG 呢会内置内存条，这些都是直接的实际的帮助大家解决打牌刚需的功能，我真的要狠狠的点赞了哈。官网内呢还有观战功能，方便大家观看学习，或者举办赛事的话也能方便转播。 Round 1，第一把咱们就用陈珠推荐的这套娜美挑战一下陈珠的成名红紫罗。视频录制的时候还是07环境，但是对于娜美来说其实问题不大，毕竟08也没有不强。娜美打红紫罗还是比较劣势的吧，毕竟被回到卡组底就等于增加了卡组的厚度，这就要再努力去多过几张了。在如此劣势的情况下，咱们还是去挑战的娜美祖师爷，到底能不能赢呢？咱们拭目以待。如果觉得能赢，就在弹幕打出会赢的；如果觉得不能赢，就在弹幕打出会赢吗？真是上来就打苏诺。说实话，我确实不是很会玩娜美，也没怎么练习。不过这套3周娜美其实要的就是达到这种不需要很多的练习就能大概掌握娜美的基本玩法思路的效果。便宜易上手，适合大家尝试，那就值得推荐。前几个回合没什么可看的，所以也就边调侃边看了。打红紫罗我倾向于选先手，虽然后手能多过一张牌，但是对于打防守压力比较大的卡组，先手能少挨揍一轮，我认为还是更关键一些。后期多进行一个回合，胜率都能大大的增加。这套3周娜美的主要思路有2个，一个是这些检索你其实都可以把它们当作是一费过一张牌，能有效的压缩牌库，这样你整套牌的过牌效率并不会比传统的构筑低。第二就是通过大量的检索压缩牌库，你可以得到一个完全已知的只剩下炒饭可雅的精美的过牌卡堆，以至于到最后哪怕可能还有20张牌左右，但是1到2个回合就能完全过完了。讲完基本思路，咱们回到对局。因为娜美的回合内其实比较无聊，我就给大家倍速观看了。3周娜美的回合内主要有这么几件事儿：一、根据目的和卡组的已知决定使用哪张检索，如果都没什么已知，建议优先使用婆婆或者战国。这套娜美中主要是王下七武海和九蛇海贼团，所以这2个检索更不容易空检。达斯奇的可检范围毕竟只有战国和白蛇。2、前期无脑开炒饭，因为后期防守压力比较大，炒饭吃多了很容易没有费开反击事件。这里特别提醒一下控制手牌数量，防弃手罗和藤壶。娜美被削2手还是相当可怕的。3、计算自己下回合开反击所需的费用，决定给头贴几东。一般情况下都是结场减少防守压力，实在觉得防守压力不大再贴东打头。这里完全不推荐不贴东就打领袖的情况，那就是给对面送资源了。4、可雅尽量不要无脑下，因为可雅过牌其实是亏牌的，前期下太多了，很容易防守端出现空档，除非手牌太差需要帮忙调整，或者有比较丰富的回收可雅的手段。这里需要注意一下，不是不能下，但是不能下太多，除非吃了好多口炒饭，否则手牌一定是越来越少。基于这几点思路，娜美在自己回合内能干的事儿其实挺少的，也基本不会在自己的回合内耗时特别久。当然啊，大部分的思考时间呢我也减掉了，虽然操作没什么费时间的，但是时间其实花在了记牌上面。这里要说一点陈珠的这套3周娜美练习成本比较高的一个地方，记牌。因为检索很多，所以基本上你是很容易就把牌库过穿的。那么如果你能记住每张牌的位置，那你玩这套牌的收益率将是极高的。你的大锤和橡皮筋只会堆到无用的东西，被送下去的可雅和炒饭也能很快的被顶上来，帮助你继续快速过牌，达成完美的良性循环，同时也能确保之后的每次检索都更有针对性，不空检，后期空检一次都很致命。更主要的是，因为所有的内容都已知了，你也就能算出自己的血区里有什么了，除了不知道具体位置，防守端也能更有针对性。虽然说了这么多的好处，但是说实话要记这么多的牌我没做到，要在边打牌边思考的过程中去记忆这30-40张牌的具体且无规律的内容。我要是真行了，我也上最强大脑了。而之后的视频里也能看到我因为记忆缺失而产生的庞大的连锁反应，当时看的我也是直呼肉疼，属实是反面教材了。不过也因此总结出了个简易的方案，只记第1章你知道的可雅和炒饭的位置，也就是之前云雀讲到过的记关键章的位置。能记住数量当然更好，比如你知道了只见到了3张炒饭，那第4张一定是在雪里，对吧？在炒饭后面跟2张你想要的牌，可雅后面跟2张你不想要的牌，然后记是倒数第几张，
感觉快到了就数一下，好去做针对性的部署。因为大锤、橡皮筋只要堆到的不是炒饭、可雅这种的，其实都能接受，也能帮助你计算什么时候应该贴铜打头。这是目前跟陈珠交流下来比较容易被大家所接受的一种记忆方式了。稍加练习一般都能掌握，并且收益极高。唯一的问题别记错了，大家应该也发现了，对方的回合的操作基本没有倍速，也是因为陈珠老师非常的了解娜美，所以想让大家看一下面对娜美时应该如何处理。先说一个比较重要的细节，在我们打的过程中，陈珠一直在关心我墓地白蛇的数量，因为红紫罗的5000公平居多，白蛇会极大程度的增加进攻压力，同时在交出白蛇之前，尽可能每轮都用小公平不断的蹭，这是让娜美最难受的打法。一费等于2000的这个公式在娜美这里无比适用，并且一费的事件都是步步排的，2费的事件挡5000又特别的亏，1000边的生物又是娜美的绿牌核心，所以基本都是先用5000蹭。娜美开始吃血了，开始上大公平，9000至少打娜美2手，其实也是会让她很难受了。然后说下我理解的娜美的交边思路。前期是过滤卡组，同时压缩手牌的主要过程，除去极其不容易挡下的情况，能挡尽量还是要挡一挡。究其原因，是因为这套的卡组的绝对核心单卡颓靡干风，3手才能再抓一张，每次都能补到牌，对娜美来说是相当关键的，否则一定会陷入越打手牌越少的尴尬境地。蛇5是前期防守很关键的牌，前期用蛇5防守，能极大程度的缓解手牌在持续减少的尴尬情况，不一定非要回收可雅，回收个1000边也是很重要的防守手段。Mr. One 是应急策略，主要用在最后的斩杀轮里，不过在面对红紫罗时频繁登场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多回收几次橡皮筋也能加速过牌，不过也同样需要很多1费检索的配合。特别说一下3费女帝，3费的女帝绝大多数情况其实是不登场的，主要是作为1000边和增加被检索的浓度，根本原因还是面对陆琪和红紫罗时站不住，如果是不能处理场面的卡组，可以再考虑是否登场。好了，整体思路呢也就这样差不多了，接下来好好看比赛吧。如果大家仔细看了对局的话，会发现我因为确实不怎么会，有很多的渣操，比如记错了炒饭的位置，被一个大锤同时堆下去了炒饭和可雅甚至2次。如果当时不渣操的话，可能真就挑战成功了。算上被红紫罗回底的那几张，最后卡组也就只剩下了个位数了，并且基本都是能堆木的卡。如果处理得当，真的是非常有机会的。也体现出了这套娜美在面对红紫罗时确实有一战之力。常规的娜美在面对被红紫罗回底的可雅时会非常的无奈，而这套娜美可以通过不断的使用1费检索牌，快速的把可雅再顶上来，实现可雅的反复利用，属于是经过练习一定能得到回报的卡组类型了，并且造价低廉，全高估计都是3位数以内就能拿下了。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入手尝试尝试了。好了，到此呢，我想给大家传授的经验就差不多了。更多呢，还是要自己去练习感悟。还是我常说的，没有最强的卡组，只有最适合自己的卡组。接下来是一场无解说的实战，打的是我老弟的一个红紫路飞。大家也能看到，这个红紫路飞呢是比较顺的，而我也是经过了学习之后，有惊无险的拿下了最终的胜利。希望大家能通过这期讲解，能够学会这套很有意思的娜美。Round
2.
上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了。娜美呢是个很需要练习的卡组，但是熟练掌握之后，玩起来也是很爽很有趣的。我觉得娜美呢也会为08增添一抹不一样的风采吧。决斗频段呢也是一个能够帮助国内 TCG 打破地域限制的里程碑式的作品。产品呢刚上线不久，还不是很完美，但毕竟是国内第一款帮助牌佬们视频打牌的小程序，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和理解。有什么意见和反馈，可以点击这个按钮反馈给他们哈，祝他们越办越好。好了，如果你认为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一定要一键3连转发，让更多的小伙伴们看到。点赞超过200，咱们继续更新下一期100元卡组挑战。这里是冷蔷薇，一个喜欢 TCG 的牌佬，咱们下个视频再见。